嗨，大家好，我是陆总，欢迎回来。今天这期视频呢是一期面霜分享。那近半年来，我一共用了6款面霜，一共是7瓶。那我会把这6款面霜打在这个屏幕上。因为我本人呢还是算比较节省的人，所以我每次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会先上网搜去年还有前年排名比较靠前的产品，然后呢，同时还会看大家的一些评论，如果评论比较不错的话，我才会买回来使用。所以我真的很少踩雷。那我今天要说的这6款面霜呢，很多人也买过用过。那我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使用这6款面霜的一些个人感受，然后可以供大家作为参考。先说一下我的肤质，我的皮肤是一年四季都是偏干皮，我只有在化非常浓的妆的时候，我的鼻翼还有额头才会出油。但是呢，我的皮肤是常年的缺水，所以我非常注意补水保湿这一块。OK， 那说回面霜，面霜的分类呢可以有很多种，最简单的一种呢就是按照它使用的时间来分类，分为日霜和晚霜。日霜呢通常都是作为滋润皮肤，比较清爽不油腻，可以使得后面的妆感更服帖。那晚霜呢更侧重于滋养和修护，可以使皮肤变得更加有弹性。面霜呢也可以按照它的膏体的状态来分类，分为最简单的就是从清爽到厚重。那清爽就是 gel 像啫喱的那种，就是比较水润，更加水润。然后呢是 lotion 就是偏乳液，然后最后是 cream 是乳霜，就是更加的有厚重感、油腻感。因为我的皮肤是偏干皮嘛，所以我一般都挑选 lotion 和 cream 这一类的就是面霜来使用。所以今天呢，我来分享这6款面霜，我是按照它们的膏体的状态来分。我先从最厚重的开始说。那这6款面霜里面最 cream 的，我觉得当属 Young to the People 家这一款。那这款面霜呢，它的价位是60毫升48刀。那这一款的面霜呢，它其实是睡眠面膜，但是我把它当做晚霜来用。它的成分呢已经写在这个瓶身上面了。第一个主要的成分叫做 Myco， 我也不知道发音对不对啊。它是一种浆果，它主要起到这种抗氧化、抗老的作用。下一个成分呢是 VC， 那 VC 主要是可以提亮美白肤色。那最后是角鲨烷和透明质酸，这2款呢又可以起到很好的补水保湿作用。所以这款面霜就是非常好，它就好像把功能都想到了，既有抗氧化又有美白，然后还加上补水保湿，我觉得真的是绝了。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款面霜。这款面霜它的膏体是黄色的，就是有点像乳化了的黄油，涂在脸上之后呢，就觉得非常的滋润不油腻。我大概使用它的时候是在今年的春末夏初的时候，那时候晚上涂完它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整个皮肤就会觉得滑滑的、嫩嫩的，就使用感受非常好，而且完全没有闷痘的问题。所以我准备这一瓶一定会回购，准备在今年秋季丝芙兰打折的时候可以回购大瓶的。下一个呢要说的就是 CT 家的魔法面霜。那这款面霜呢，它的价位是50毫升100刀。因为这款面霜比较贵，所以我先在丝芙兰上面买了他们家这款 mini 款，准备先拿回来试用一下。那这款面霜呢，我记忆最深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气味，真的非常非常好闻，就是有一股淡淡的茶香。他们家这款面霜呢也是 cream 的质地，非常非常的滋润，而且很好吸收，不会觉得油腻。我一般呢都是先把它在手上化开，然后之后按压在脸上还有脖子上。从这款面霜的成分上来讲呢，它这款面霜的成分相对于比较保守，就比如说像 VC 和 VE 可以亮白皮肤，还有透明质酸，还有一些从植物中提取出来的油，可以作为很好的保湿剂。但是我除了对他们家这个气味特别有印象以外，我并没有觉得他们家这款面霜是那种就是非它不可的感觉。那接下来呢，我要说的就是科颜氏家这款 Ultra Facial Cream。这款呢面霜，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它。那它的价位大概是50毫升32刀。这款面霜它的质地就是白色的，有点像慕斯奶油的质地。它主要的保湿成分呢是角鲨烷和甘油，干皮妹子真的都非常爱它。但是呢，又因为它有甘油，所以它稍微有一点就是说会致痘的风险，所以油皮妹子要小心。
同时它这里面含有水杨酸，所以如果你是孕妇还有高度敏感肌的人群的话，稍微要注意一下。这款面霜呢，我是冬天使用，把它当做晚霜来使用，非常的油润，而且吸收也很快。我觉得这一款是超级推荐给干皮妹子买来用作单纯的补水保湿的面霜，我觉得冬天买一瓶错不了。接下来呢，说的都是比较偏 lotion 质地的。那第一个我要说的就是 SK-II 家这款大红瓶。那这款大红瓶呢，它的价位是50毫升160刀。那这款呢已经是老款的，是我在2019年的年初的时候在机场免税店买的。那我是在2020年的年末才把它用完。那这款 SK-II 的这款大红瓶呢，它当时的这个系列叫做 RNA Power Airy Milky Lotion。那现在官网上已经找不到这一款了。那现在新的这个系列叫做 Skin Power， 那名字还是叫 Milky Lotion。这款面霜的膏体呢，就属于那种很清润的感觉，有点像酸奶。那它上脸之后呢，就觉得非常的轻盈，一点都不会油腻或者黏腻，而且它的味道都非常好闻，有一股淡淡的花香。那这款面霜呢，是所有这个今天面霜里面最贵的。那它贵有它贵的好处，确实它的效果比较不错。因为我用完它之后就觉得皮肤特别嫩。我觉得他家就是这款面霜应该也有他们家那个独有的成分，叫做 Pitora。我觉得如果要是冬天妹子要买一些更滋润的话，你可以考虑他们家 Skin Power 家那款 Skin Power Cream， 会更加的滋润一些。接下来呢，要说的就是科润家的这款面霜。他们家这款面霜的价位呢是40克24刀。那他们家这款面霜是专门针对干燥性敏感肌的。那这款面霜呢，不得不说真的是超级高的性价比。虽然只有补水保湿的功能，但是却非常非常的有效。那这款面霜是我唯一在这半年里用空了2瓶的。一方面是因为它便宜，再另一方面就是它真的很好用。那我第一次使用它的时候呢，是当时尝试早 C 晚 A 的时候，把自己的脸给搞坏了，所以我当时幸亏我买了这款面霜，把我给救回来了。真的，当时就是说只能使用这款面霜才会觉得不刺痛，所以我觉得这款面霜超级推荐给大家常年回购。那最后一款呢，就是这一款 Grow Alchemist 家的这款面霜。那这款面霜的名字叫做 Hydrate Repair Day Cream。叫 Day Cream， 它其实指的就是每天使用的这个 cream， 既可以当做日霜，也可以当做晚霜。那他们家这款 cream 的膏体是那种有点淡淡的黄白色，然后膏体是那种有点像比较稀的酸奶。用在脸上的话，你会觉得非常水润，就是刚上脸的时候，你会立刻感觉到那种水润感。然后味道呢是有那种淡淡的橘子的味道，我觉得，而且有可能是一种花香。反正是感觉到唯一点不足就是它的保湿力度不够。我觉得对于干皮妹子来说的话，它的保湿力度确实不够，但是对于油皮妹子来说会很喜欢，所以我觉得可以把它当做日霜来用，效果感受还是不错的。那关于最后的总结呢，我先说一下。那每次我在使用面霜这个产品的时候呢，我一旦开始使用了一款呢，我就会比较专一，就会一直使用下去，直到把它用空。这就是为什么我半年来才使用了6款产品的原因。对于面霜的选择的话，跟精华不一样。我对面霜的话，我只期待它可以做好补水保湿的功能就可以了。对于其他的，我期待真的不多。那以上的这几款产品呢，如果让我作为推荐的话，如果是对于油皮妹子和敏感肌的妹子的话，我就是超级推荐科润家这一款，就是性价比真的超级高，而且它这个补水保湿的功能也做得非常好。那如果是比较干皮的妹子的话，那早晨的话，我会推荐大家可以使用这个 Grow Alchemist 家这款日霜，很润，然后它又不会跟底妆啊，不会跟防晒霜打架。那晚上的话，可以使用科润家这款 Ultra Facial Cream， 或者是 Youngs to the People 家这一款，这2款都非常非常的好用，我觉得干皮妹子一定会非常喜欢。OK， 那以上呢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你喜欢的话，请记得点赞、评论、转发，记得给我一个大大的关注和订阅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